嗯 Hello，大家好，我是波波。那今天是星期二了，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改革。那我们讲了很久，所有的人民都好啊，社会组织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反对党啊，什么人都好呢。其实自从西蒙执政以来呢，改革呢是我们一直都听到的字眼。那到底什么才叫做改革呢？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要讨论的课题啦。刚进来的朋友都很热情哦，跟波波说晚上好。那么我就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哦。那么我们可以先等一些朋友回来。那在等着更多的朋友进来的当儿呢，可能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呢来告诉波波一下，你们心里面最想要的改革是怎么样的呢？你心里面的改革是最近行动党跟安华提出的吗？还是他们提出的改革对你来说好像有一点好不是很关我的事这样子哦？嗯，对，那么波波先来讲一下我自己最想要的改革是什么好了。我觉得目前如果你说改革的话呢，不如我们不要先看到那么远，我们也不要再说那一些很久以前说过的事情。我认为说最近呢，这个当问的这个山洞神庙的这件事情呢，就很需要被解决。当我们在说要改革的当儿呢，我觉得这个达门神庙哦，面临被这个石灰公司要收回的这个局面，那么安华是否会出手去拯救这间神庙呢？因为这间神庙打着的旗号就是我们就在安华家后面呐、喂，在你家后面就一间神庙要被人收走了，那安华是决定要伸出援手还是置之不理呢？我认为呢，改革不如先从这个神庙开始做起啊，因为呢，其实可以预见得到，如果说这间神庙最后真的保不住呢，那么庙方可能也不会就这样子息事宁人，可能也会出来开一场记者会什么的。那么到时候呢，那个观感呢又不怎么样的好了啦。奇就奇在这间神庙跟其他的一些地方神庙呢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呢，它是在一个天然钟乳石的一个环境。那今天当今呢是有一篇专访，就是说，他们去到这个地方呢，可以感觉得到呢，这里真的是一种修道练仙坐禅的一个好地方，因为好山好水好风景好空气，不是你说给多你一个地址让你搬过去就可以做得到的。换言之，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呢，这一个神庙，如果你要保全它呢，你就只能够原封不动的把它原本的地方给它而已啊，你是没有其他的做法可以做，你不能够再批一块地呢，让这个神庙搬过去的，因为这个也不是庙方所想要的。我认为呢，先解决这件事情吧。OK，好，那么现在呢，也有蛮多的朋友进来了，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谈。OK，最近安华所提到的改革到底有哪一些？而这些改革到底是当务之急，还是病急乱投医呢？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呢，目前的状况呢，确实是急，OK，确实是急的，所以就是因为急了，所以改革才终于被提上议程了。那么要说到最显眼的改革呢，那莫过于就是安华突然间在这个公正党大会上这个宣布啊，我们要废除大专法令。而根据新州的报道呢，不仅是废除大专法令，安华还补充说到呢，是不会以其他的替代法令呢来替代的。那他当下说的这么一番话呢，那么通常啊，你可以看到啊，如果安华他宣布一项政策呢，那过没有2天呢，倪可敏可能就会出来啊，说一些逢迎的话，然后呢，这个公正党的共青团什么的也会出来说啊，安华英明啊，OK，你看还会推改革，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这个政治人物呢就会开始出来公布更多的细节啊，或者说一大堆的漂亮话。可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真的不同了。你可以看到说，从安华公布废除大专法令到今天呢，这些政治人物基本上是青色静静，有一些就出来说啊，我们抗争了多年，终于看得到曙光了啊，就停留在这里而已，就句号了。OK，其实这个现象是很不寻常的哦。如果你看回去，
之前安华的宣布，就算是这个 Budi 这个 subsidy Budi 95都好，你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刘振东就出来了啦，讲哇，首相英明啊 ，OK， 这个政策可以怎样拯救我们的国家？可是这一次完全是没有的，这些政治人物全部人都是静静的。那我觉得最合理的推测就是呢，其实这一个废除大专法令可能是没有在内阁讨论过的，可能私底下真的没有讲这一件事情的。但是呢，安华他觉得现在民情不同了，现在人民个个都跟你喊改革，如果这个时候做不到给人民呢，那么就真的是灭顶之灾。哎呀，这样我要随手捡一样出来讲嘛，对不对？要不然你们说我没有改革，我没有悔过。OK，他就可能一时爽就讲 OK 了，就拿大专法令来讲，好，我要废除大专法令。我看后面的这些幕僚可能都吓到了的，哈，什么时候的事情哦？什么时候要废除大专法令？这么我们不知道的啊，这种突如其来的宣布呢，确实是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是没有其他的政治人物出来呢为他背书。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已经是详细的讨论完全了，那么为什么会废除到这么仓促？而且你也没有公布几时要废除哦，因为通常你宣布一个政策都是说，我们已经决定了从明年开始就废除这个法令啊，今年年尾就会提呈去国会，都会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啊。OK，不叫说详细，就你会有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这一次却很奇怪，连这些日期大致的方向都没有，只是补了一句，不会有其他的替代法令。那么不会有替代的法令，它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说，今天你废除的一个管理大专、国立大专的法令啊，这个法令里面它不仅仅关乎于学生自由，它也讲了关于学术人员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什么？最要命的事情是，每一个这个国立大专呢，他们都可以援引大专法令里面的其中一个条文呢，去制定自己的 rules and regulation，OK，去制定自己的一些条规，因为大专法令是有赋权校方呢去制定自己的法令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废除大专法令，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些国立大专他们自己制定的那一套 rules and regulation 也要失效了呢？是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嘛，你学校不可以没有校规的嘛，所以我才会认为说呢，其实安华的这个宣布呢，做的是有点没头没脑的，有一点没有把整条路铺清楚了才宣布，反而像是一股脑热，为了要改革呢，就先讲出来，可是具体要怎样实行呢？是不知道的哦，而且呢，你这样子一股脑的去实行，一股脑的去宣布啊，其实是会得罪很多人的哦。首先就是校方一定是被你得罪了的，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靠这一套很保守的条规来管制那些学生的。对于学生来讲肯定是不好啦，我们觉得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嘛，对不对？我们有投票权，为什么你要管我们这么多？为什么你不给我们参政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从校方的角度来讲，他觉得正是因为有这些条条框框，所以才好管理学生啊。你现在把我这样顺手的工具给拿掉，砍到这样毫无征兆，哇，你是想怎样？OK，那这里有一位朋友说，等星期三内阁开完会会出公告，怎么废除大专法令啊？OK，那如果说明天的这个公告出来呢，是有一个替代法令的话，那么安华就已经是自打嘴巴了，因为他说不会有替代法令。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奇怪的。那么可以跟大家再透露多一点，就是呢，其实，在2018年西蒙第一次上台之后呢，就已经有成立一个废除大专法令小组，而这个小组呢，其实是有同步推出一个叫做高等教育法令，是用来取代大专法令，并且呢，它也会涵盖各种私立大专的，就是说私立大专法令跟大专法令会一起废除，然后呢，就用这个高等教育法令来替代的。那么这个高等教育法令呢，它涵盖的范围会更加全面，而且呢，它也会赋予大专校方更多的自主权，比如说，你可以自主招生啊，你可以自主去进行研究啊，你对你的那些家己档案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等等，就不用全部东西都受制于大专法令。但是现在这些工具突然间全部没有掉哦，你说这些校方这些家己档案是不是处于一个很慌的状态啊？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以前呢，安华呢宣布什么东西都好啊，你都会看到水军是很兴奋的，OK，一大堆不懂哪里冒出来的人呢，就会开始写一些鸡汤文，讲，哎呦，我活在这片土地60多年，从来都没有看过一个这么英明的首相，从来都没有看过一个这么好的政策，每一次出行政策一定有这样子的人的。可是这一次宣布大专法令呢，你可以看到呢，网上的这个风向呢，好像不是很对劲哦。怎么说呢？就是说，
这些水军都没有出来。反而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组织的出来讲，我们要抱着存疑的态度，可能会 U-turn， 可能是换汤不换药，可能过2天有一个更够力的法令出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风潮呢，只能够说明啊，大家对于安华所宣布的改革呢，其实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大家都认为说这些改革可能是做不成的，很大可能是做不成，或者是换汤不换药的。那为什么民众会对安华有这样子的一个质疑？其实你不要怪民众，你要看看自己做了一些什么。首先就是这个资讯自由法，你说你要推，好，你推，结果做出来呢，被评为全世界第6差的资讯自由法，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资讯自由法，其实我在之前的直播也是有略提，就是它基本上呢是一个把你的自由缩小到更小的一个法令，不增反减的一个法令来的。OK， 那么你说你要做 BD95，一开始给300ml， 300L 过后呢，刘振东出来讲2句，说根据我的神机妙算，原来国人只需要200L， 所以我们决定扣除。OK， 那时候还有一些水军出来讲，没有扣，你们误会了，刘振东不是这样子讲，结果过2天真的扣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之前做了一些事情，一直反复的 U-turn， 跟你承诺的东西都做到不汤不水，更不用提统考的事情了。那就是因为种种的这种先例呢，所以导致到现在呢，你要推一个改革啊，你台上面宣布哇，你期待 OK， 我的明星回来了，大家一定会喜欢我的。这个大专法令是3大民族都想废除的，一定可以回来了 ，win 了。结果发现到怎么好像水井火飞这样的，连水军都不出来帮你洗了。OK， 那么这个是我对整个大专法令的事件的一个看法。OK， 但是除了大专法令之外呢，当然不仅仅有这个了。那么行动党呢，8月6选举之后呢，也有跟安华隔空喊话，叫安华呢去做一些改革啦。那你说这些改革，其实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检控分家啊，你的这个首相限期啊，这个集会法令啊，内安法令啊，都要去修改这些等等的。可是我认为说呢，其实这些东西啊，如果你是放在2-3年前呢，这些都是掷地有声的改革。那时候人民呢都是很想要看到这些改革的。我可以跟你讲啊，那时候就算你做一个，你4个里面你做一个最简单的首相限期10年我跟你讲啊，人民都会雀跃欢呼，举脚赞成啊。但是来到现在呢，整个political landscape， 整个政治环境其实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你的改革一再的反复，从统考事情已经给人民巨大的阴影了，你知道吗？其实统考真的是一个很灾难性的一个改革，除了原地踏步之外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一直遭到可能巫统跟一党的反对，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去招架，你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回应，你一直任由统考课题一再的被践踏。我觉得对于华社来讲呢，统考这个事情呢，你不承认就算了，真的 OK。但是你拿出来，你把它摆上台呢，你让巫统跟一党再一次去羞辱统考，好像把尸体挖出来鞭尸那样，我觉得这个才是华社真正接受不到的。如果今天你把统考挖出来，你有把它做美这个东西很好。你做不到，你就不要挖它出来。但是今天你挖它出来呢，你让一党跟巫统一直去鞭尸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所以搞到现在呢，你提什么改革起来大家都有这种鞭尸感，你知道吗？大家都有一种觉得，我拜托你不要讲了，我求求你不要再讲了。你一讲这个东西，你让我对你只要一点点希望，你拿出来讲那个 U-turn 就会来了的。比如说，你看这个房屋翻新法也是这样子，听起来是利益很良好的，结果呢出来呢被抹黑到是要把马来人赶出城市。你知道，就是你这个事情你不做，可能还可以过；你做了，反而让你自己更失民心。又或者说，如果你面对这样重重的压力，你还是坚持给他通过，你还是坚持做出成绩，那么可以，这个事情是可以的。你这些改革有争议性的呢，都是一不做二不休，没有在中间的。但是现在呢，所有的改革都是卡在中间。比如说你的这个检控分家，跟你这个首相限期10年，一开始是很兴奋的嘛，一开始大家都是很想看到的嘛。结果呢，你提上国会修宪，然后巫统的人跟你玩缺席他让你明明这个团结政府明明是有2/3支持的，可是呢，这些人不出现，
它导致你的法案流产。你现在又要把这个东西重新提上来了，其实真的就好像失败过很多次，你要人民重新去 pick up 那个 courage 去相信你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会认为说呢，在现阶段呢，提改革的已经显得有一点苍白乏力了，人民已经觉得很厌烦了这些事情。你首先就是你一再的让我们失望，然后现在甚至你说废除大专法令，那个兴奋感也是完全没有存在了。之外呢，我们目前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我们目前真的是需要这些 paperwork 的改革吗？我会觉得现在人民呢，对于这种改革呢，就是一种 paperwork 而已。OK，今天你限制首相任期10年，所以明天太阳一样照样升起，然后首相还是安华，没有改变的。OK，这个事情呢，人民现在想要的是强心针，知道吗？因为人民现在的心哦，已经是在死亡边缘了的，不像以前那个心是活着的，一点点东西就可以让它跳得很快，现在那个心已经死了，哦，心很痛。我要的是强心针，我要的是胰岛素，我要是那种一打下去，哇，整个人会活起来的。所以呢，这个首相任期10年，很显然是做不到这个东西。第二，检控分家，检控分家关我什么事？为什么呢？扎西都拿到 DNA 了，如果今天检控分家，这个新的检控官会重新去提控扎西，OK，我觉得可以，这个改革可以。可是如果今天你检控分家之后呢，扎西还是逍遥法外的，那么你分来干什么？对不对？你分来干什么？OK，第三，你说这个行动党说的修改集会法令，可是现在没有集会呀、你可以看到吗？其实现在没有什么集会，现在不是集会高峰期。如果现在刚好有一场集会呢，然后很多人因为这场集会被抓呢，我会觉得这个好强行针。但是现在没有人集会了，你知道吗？没有人因为集会被抓了，所以你去修改这个集会法令哦。好，我觉得好，OK，我没有反对，我要澄清，我没有反对，我只是说了，现在呢没有这一个风潮。第四，修改内安法令，这个就更不用讲了，因为讲真的，我们在漫漫长途里面，OK，我们在争取人权、自由、民主，确实是有进步的。那么来到现代呢，基本上茅草行动跟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了，OK，我们已经没有那种白色恐怖，所以你说你修改内安法令，其实人民也是感觉不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时代了，你知道吗？就是 OK 咯，你修内安法令不能够未审先扣，可是我又不是坏人。我又没有走私军火，关我什么事哦？我又不会平白无故被抓进去，关我什么事哦？所以简单来讲呢，就是行动党要安华提出的4个改革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情况呢都是关我什么事。那我这里讲的我不是我自己，我自己是喜闻乐见的，所有的改革我都喜闻乐见。我只是说呢，现在的民众处于一种心脏濒死的状态，你需要让他们活起来，这些改革是不足够的。那我告诉你，什么改革才是强心针？什么改革可以打下去？哇，整个人都活起来了。第一个，成立 RCI 调查阿赞巴基跟超额持股。我认为说，即使今天呢，你不要调查阿赞巴基，你觉得阿赞巴基好 brother 服务非常好，不要调查他没有关系。OK，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开一个立位的。什么是立位？就是调查企业黑手就好。你调查企业黑手党呢，你未必会牵涉到阿赞巴基的，你甚至是可以不要叫他来入供都可以啊。这些东西我是反对这样子的做法。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让你的人民活起来，你又要保证阿赞巴基，这是一个最折中的方法，就是你至少去调查企业黑手党，你至少去调查这件事情，然后超额持股 ，OK 放一边。因为我相信，对比起超额持股呢，人民更在乎的是企业黑手党。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本地的企业，中小型企业也会波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税务环境。最近 HDN 一直追上门，有没有？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HDN 呢一直穷追不舍，然后呢，这个 SST 收税的层面呢又越脏越多。然后呢，这个目的95又来，搞到民不聊生，因为所有的东西是一次过来的，所以人民很难生存。我认为说呢，现在的这个税务环境，我明白说政府很需要钱，OK，我明白的，这个东西大家都明白的。但是呢，这些事情我认为要渐进式的进行，你全部一次过来哦，真的是让人吃不消。我认为说，如果你可以改善一下目前的这个税务还有经商环境呢，绝对是一个强心针啊！至少你可以挽救多一点中小型企业的人的那个心声。啊，这个才是人民所需要的。我们一直讲说经济不好，经济不好嘛，其实我可以老实告诉你，经济从来都没有好过。就算是马哈迪时代，难道就没有穷人吗？对于穷人来讲，这个经济是不会好的啊。你可能有时候有钱，有时候穷，可是当你穷的时候，对你来说，就算整个
股票飞上来呀，你都是觉得自己很经济不好的嘛，因为你没有钱，对不对？所以呢，真正要拯救经济呢，并不是要玩什么 GDP，玩什么大算盘，玩什么数目，而是要做出一些让人民可以直接就感受得到的。那如果你说现在我们的税务系统都已经就位了，我改不到，那怎么办？你就多给一点 exemption。你可以你的 income tax，你的 personal income tax 可不可以多一点 exemption？比如说，可能不确定啦，买一些生活用品也可以扣税，还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说这个其实会很大帮助到很多人啊。OK，比如讲打工一族，像我这样子，真的是可以很大程度的帮助到很多人，给多点 exemption。我觉得税务这边呢的相应的放宽呢是需要的。如果你现在都狙击那些企业，你都已经 recover 到很多税务了，那么是不是 personal income tax 啊？我们这种移民啊，赚钱的不多，生活在边缘的人呢，你给我们多一点 relief， 我们就会很爱你了的。OK，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强心针。我觉得啦，你给我们这些 relief 好过你派钱，你派钱都不针对性的，你给 relief 是针对性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赚多少钱，你一清二楚嘛，你就 set 一条 line 讲，可以月收入10,000以下的都可以享有这些 relief。你看啊，这多么有很多人都会爱你，重新爱你的。OK，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做的。那第3点，还有什么改革是可以马上做得到的？我认为说，之前有一些议员提到的，要不要去成立一个非穆斯林宗教事务部长，以及如何去巩固这个5大宗教理事会的实际地位？因为我真的是认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因为宗教跟种族问题。如果你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相信啦，其实人民没有那么愤怒的，人民没有那么愤怒的。我甚至可以说呢，人民现在呢都不想要改革了，只是希望说这些种族跟宗教的事件可不可以淡化一点，可不可以族群之间的关系不要那么紧张。这个就已经是人民想看到的东西了。OK， 人民现在想要的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纳吉时代的环境，可是不要有那么多的白色恐怖。怎么说呢？纳吉时代族群关系至少在明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那么紧张的。OK， 然后呢，那个时候大家当然那个时候大家感受到的打压是一点不大，可能说言论自由，可能说这个报社的言论，你不能够太过直接，你不能够直接去批评政府，你可能会被针对等等的。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税务环境、经商环境、种族关系呢，都是大家 prefer 的。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呢，人民想要的已经有答案了，就是你复制回那个纳吉时代的那个经商环境、税务环境、种族环境。可是呢，你在这个集会权利、进入国会的权利、言论自由这里呢，你放宽一些，你就可以达到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了。这里问我是什么政党，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是没有党的，OK， 我是可能爱税党吧，OK， 因为我经常都感觉到很疲惫，没有办法。这个苛政猛于虎，这位朋友讲苛政猛于虎，我也是一个要交税的市井小民，所以我感觉到很疲惫。这个政府要不要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我们要真的不多，我们就是想要多一点 tax relief 而已，极简单。你看，OK， 然后呢，我觉得说就是。我不确定成立一个非宗教事务部长是不是真的会有帮助。可是我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之前宗教部长出来说这个责任是他要负责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从那一次出来之后呢，都没有讲过什么了。现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团结事务好像都给张庆幸揽了去。不过自从水舞节过后呢，张庆幸又不见了。所以呢，我认为说，比如你看这个打门神庙的这个事情啊。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部长是专门处理这些事情的呢？比如说，好像这个印度神庙的这个事情啊，我认为说，如果你有一个非穆斯林宗教事务部长去专门处理啦，会不会这个整个事情会更好呢？他至少会作为一个缓冲，就是安华你不用亲自下场去面对这个事情，因为对你来说很伤。你可以把这个事情交给这个非穆斯林宗教事务部长，让他去处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缓冲呢，可能对整个马达利政府政底下的那个宗教跟种族之间的那个观感呢是比较好的。我没有说一定可以解决到问题，但是我认为说你至少要去尝试，因为目前我们就是一直卡在这个循环里面。
阿克马出来叫嚣呢，没有什么人敢骂，甚至是你的人去骂他，都是一些个别的国会议员。那么你这个政府是什么立场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哎呀，安华不好出声，这个法密法就也不好出声。如果你去安排一个非穆斯林宗教事务部长，然后你让马华的人去做，那你让这个部长去出声呢，其实就很合理了啊。他讲的啱听啊，就可以为你赢回民心；他讲的不啱听，你可以甩锅，都不关我的事。而且你看，我还特地点名马华，我觉得这个位置由马华去做是最适合的，因为马华是马来人最能够接受的非马来人政党，而马华在华社里面哦，他又是以我代表华社自称的哦，那么让他去做这个位置不是最合适不过了吗？啊，要不然你让 MIC 的人去也是可以啦。可是MIC 跟马华之间，我觉得至少马华比较受欢迎一点啦。OK，那么以上就是我提出的3个我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改革了。OK，你说还有没有更多急切性的？当然是有。OK，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永远都是做不完的。但是我觉得呢，至少你可以做到目前这三个改革啦，比起现在行动党跟安华提的，是人民更加想要的。是人民更加想要的，因为你已经错过了那一个大家对改革很雀跃、很兴奋的那个时期。在你做了一系列成功失败的改革之后呢，其实人民已经是对于你已经是抱有着一种高度怀疑的状态了。OK， 好的，那么来我看一下留言区。这位说联邦政府没有公信力，我觉得在改革方面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一直失败，然后统考事件呢，这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结果。对了，普通人民要的是降低生活费，其实人民也不在乎什么改革，目前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所以你才可以看到说，就算行动党高喊我们要改革，然后呢，台下的人就OK，thanks no thanks，但是其实你要说你要降低生活费是很难做得到的。你要怎样去降低生活费？因为市场是自由的嘛，马来西亚是自由市场嘛。今天不是政府你想要去降低就可以降低，那有什么事情你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Tax relief， 对不对 ？Tax relief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换言之，如果今天我的 tax relief 多了，就代表我要缴的税少，那么我拉长补短，就代表说我需要出的钱更少，其实也代表上生活费是可以降下来了的啦。所以咯。tax relief 是最简单直接的强心针的，我会说，而且你是很针对性的哦，因为 tax relief 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拿得到，你可以去设条件，你可以确保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才可以拿得到这个 relief 的啊。比如现在有一个 tax relief 是什么？买厨余机，这个就很搞笑了。讲真的，我们每户每家有多少个人是买厨余机的？而且厨余机真的环保吗？真的做得到环保吗？这个是很让人疑惑，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可以放一些更加接地气的 tax relief 啦。啊，你比如说我去弄牙，你看弄牙 tax relief 是1年1000块，可不可以增加多一点？你知不知道弄牙，你随便拔一个智慧牙都要1000块了，你拔2个智慧牙就2000块了，1000块是不够了，要不要增加一下这个牙齿的方面的这个 tax relief 呢？这个是我突然间想得到的。制度体系的改革啊，其实你说安华有没有要做？有啊，比如说这个 EPF 制度，我就觉得做得非常的好。OK，就是把原本领退休金改去领 EPF 呢，我觉得这个改革是非常非常好的。OK，我真心佩服他做得到。可是呢，你改完，你改革，你不能够只做一样嘛，是不是？人民不够的，因为你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改革也不是马上就能够看得到它的成绩。我觉得这个企业黑手党，它还是很重大的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定要去做这个 RCI 来调查。如果说有人会说，你看他梦哈基出来了，可是马来人好像都不为之所动容，还是要 all in 给 pass， 还是要 all in 给乌统。可是我觉得说，目前的情况是你齐身都不正，你要怎样去让选民转过来投给你？如果你要人家去反对乌统的贪污腐败，那么你怎么可以不要求他们也对着你讲阿赞巴提的坏话呢？所以你自己要做好自己先，你只要做好自己，你才可以挺直腰板去指着别人骂。现在你的腰板都挺不直，你怎样指着别人骂呢？这个以前说西蒙国会议席不过半很难改革，
可是西蒙在州选接连失利，就开始说要改革。原来州失利也是给西蒙推行改革的动力啊！这位朋友突破盲点，可以非常的好。现在失利了才来改革，就是因为失利了才来改革，所以现在没有力了。可是还是不能救，不是不能救，但是你的改革方向要移一点，不要再讲回以前的事情了。这些改革讲的你要做你就做啦，没有人反对的。可是呢，你做了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加分 ，OK？ 可是如果你可以做到我刚刚所说的3样呢，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加分的啦。这个强大的事实席不敢反抗安华。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哦，在这个行动党大会啦，投票其实是其次，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结果的。可是有趣的事情是呢，我先讲一下马华啦 OK？其实我很不喜欢拿马华跟行动党来比的，我觉得殊途同归。你去骂马华跟行动党，就好像哦，你在播马来人去投乌统跟 pass 那样，你就是在播他们分裂。我觉得马华跟行动党，如果你们耕耘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要为华社好的，那么你们就不要骂来骂去有啦，你们可不可以团结嘞？OK？但是马华讲的一番话呢，我是觉得真是觉得，哎，马华就说，戈宾星这样子隔空跟安华喊话不好，破坏了这个团结政府的形象。那我就想说，那马华自己又做了什么嘞？那你有隔空喊话了吗？还是你在内阁喊话了吗？那如果我觉得戈宾星会这样，其实戈宾星也是很低调的，现在他也是一个没有怎么样出来喊话的人。那如果他会这样子来喊话呢？我觉得原因是不是在内阁尝试去推的时候推不动？那么你从里面谈的时候根本是谈不到，所以才要出隔空喊话的这一招。不好意思哦，刚刚有一点技术上面的问题。我其实是不反对隔空喊话的，我不认为说什么隔空喊话是破坏这个政府的形象，因为讲真的，来到这个人人都要喊话的时代啦，做得到成绩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你用里面喊也好，外面喊都好，管你的，你形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做得到，那才重要。你之前那个检控分家喊还不够大声咩？结果出来乌统不出来跟你投，导致你流产。那么这个东西不可笑吗？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是结果，你用什么方式呢？是不重要的。对了，经济跟搞不好族群关系又紧张，这个才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所以你说的那些什么集会法令、大专法令啊，这些事情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去示威的人，对于大学生当然重要。可是这些人毕竟在社会上面小部分呢、大部分的人面临的就是经济跟族群关系的问题啦。这个对非法庙宇历史问题是一部分，但解决不了问题，也没必要火上浇油。地气问题也是。那其实这个神庙的问题，它一开始呢，就是因为这个 Zamri Vinov 他出来炒作，那么在马来社会确实是引起了蛮大的一个反响，所以安华才会想要去回应。可是呢，回应之余又回应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哦是得罪完全部人的。首先就是你肯定得罪了英裔哦，然后呢，你连带也得罪了华社。那接着呢，马来社会他们就高兴了吗？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解决到的。那些被投诉的印度庙也没有真正的被取缔得到，也没有取缔得完，因为你要照顾非马来人的感受哦，所以呢，全部人都得罪到完哦。OK，那么有人一定会问我的，哇，你厉害讲哦，这样要讲解决？我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要解决呢，你一定要先准备好一个 action plan 才宣布，而不是宣布了过后呢，然后让市议会你们去执法咯，然后出了问题又来 U turn，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是已经是想好，是不是联邦要直接成立一个部队，然后呢去一个一个的对这些神庙呢采取行动。那我这里讲采取行动呢，不是说全部一打一给你铲到完，而是去分辨清楚有哪一些是应该要给地气的，有哪一些是要迁址的，有哪一些呢真的是随便在树上面找一个地方就放进去了的，然后甚至是会危害到旁边的居民的。那么这些要怎样去解决？
我认为说呢，其实你应该要先放出那些利好消息，就是说我们已经拨了这块地我们拨了那一块地，然后如果是首相要做这个 champion 的话呢，那他就要先由他来宣布这些问题。你宣布完这些利好消息过后呢，你过后才说 OK， 基于我们已经拨了这么多块地，那我们就说这个神庙它在这边是不适合的，所以呢，我们就会要让他去可能迁移到这里啦，那个观感就不一样了。其实好像那个百年印度庙其实虽然那个过程不好，但结果是好的，因为百年印度庙最后它的结果是让你迁到5分钟之外的另外一块空地上面去，那庙方也是大方接受所以其实百年印度庙这个事情呢是解决的好的，可是呢，因为过程有点拉扯，所以就变成说好像损坏了那个观感那样。我认为其实从百年印度庙事件过后呢，政府应该要从这个事件吸取教训。你在处理这种敏感问题呢，一定要先宣布利好消息，过后呢，你才去讲OK 咯，给你清地嘛，那么旧的地就给你就要拆掉咯，没有办法咯。处理的结果是一样，可是处理的方式很不一样，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了。OK， 傲姑会被消费吧？已经被消费了。OK， 这个援助金增加到1期2400，还要返什么想到当初 DAP 骂这个 cash is king 那其实我觉得说能够领取援助金的群体不多，那么那些领了援助金，可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这种年轻打工族，我们也是很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是帮助我们的呢？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像我这样子的一种群体，就是可能年龄介于25到35，甚至到40之间，生活压力很大，生活成本非常的高。可是我们又不 qualify 去拿援助金的因为我们还是有工作的嘛。那么我们的这个群体占了国家很大的一个数量，那么要怎样去照顾我们呢？就是这个是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了。惹到公务员不满因为公务员说行动党控制安华除掉马来人OK， 这个观感呢，其实你要去改变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这个马来社会对行动党的厌恶，就好像华社对他的厌恶那样这个事情是很极端化的。除非有一天真的月亮又可以重新代表我的心，Pass 跟行动党可以重归于好了，那么可能的情况也不一样。目前来说，我认为即使是有这样子的观感，你要推一个改革，就要推到底。安华也要清楚，你不可以每一次出了事情，你就拿行动党来当挡箭牌的。这个事情是你要推的嘛，你要推你就负责到底咯。因此做改革一定要贯彻始终，做到不汤不水，不如不做。要不然，整个感觉就是你消费了一件事情，可是呢是原地踏步的，你只会得罪完全部人。另外就是目前你所讲这些改革为时有点晚，我们现在更加需要的是经济跟种族关系方面的进步了。OK，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认为 Bersama 倒是蛮懂得去打这些议题的。可当然 Bersama 站着说话是不咬疼的嘛，他都不用做的，他只要讲而已。可是他讲的事情却可以中到人民的心声。那么这个团结政府是不是也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 OK， 好了，那么今天呢，波波的直播就先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记得要点赞、订阅、分享。那如果你是在 YouTube 看的话呢，那希望你可以去follow 一下波波的subscribe 一下波波的 YouTube channel。那如果你在 Facebook 看的呢，也希望你可以支持一下波波的 Facebook page，也可以订阅我这个Facebook 频道的。那么在近期内呢，我也是在计划着呢要做这个会员的内容。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波波的会员内容的话呢，就希望你可以去 subscribe 波波的 Facebook page 啦。好了，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